各位朋友，很多的愛國網友呢，对中國政府对日本的外交政策都十分的不滿，說对日寇太軟了。其實呢，日本的媒體反而注意到呢，中國的這個外交政策呀，一夜之間把一個老掉牙的說法給拋棄了。中國談東海、談釣魚島的時候呢，過去常被外界掛在嘴邊的擱置爭議已經很少再提了。日本很敏感啊，他們看見的不只是少了4個字，而是中方處理海上問題的節奏變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本不是退讓，它的基本意思很清楚，就是主權立場不變，在一時難以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把爭論先放一邊，通過合作減少衝突的風險。可問題在於，這種善意需要雙方都守規矩啊。中方願意把話說得留有餘地，是為了避免矛盾升高。如果另一方面把這種餘地當成是試探的空間，反過來要求中國停止正常的開發，那原來的說法自然就會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啊。比如說最新的摩擦點就在東海的油气開發。2026年4月20號，日本的外務省發布消息稱，中方在東海所謂的日中中間線中方一側推進新的海上構建物的建設，日方認定這可能與氣田開發有關，並稱呢這是其確認的第23座相關的構建物。日本的反應很快啊，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的這個負責人向中國驻日使館的人員提出抗議，還要求中國回到2008年的東海油氣開發的相關共識上，盡快的重啟談判。這個可是中國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所謂的中間線呢。既然你不願意把爭議放一放，雙方共同開發，那我就自己來開發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中國外交在言辭上雖然是軟，但是呢，在行動上呢，還是一點都不客氣的，建了23座海上的這個鑽井平台了，已經好吧。而且呢，中國在釣魚島附近的這個巡邏呢，已經變成了常態化了。2025年呢，中國自己就公布在釣魚島周邊的巡航達到了357天，一年365天，357天巡航，是吧？这個就意味着就是釣魚島的管控已經是常態化的了。這兩天呢，日本呢和菲律賓還在這個試探中國，是吧？他們把這個中國和台灣這個島都拋到一邊，是吧？在談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裡劃界的問題，這是一個好機會。台灣的名嘴周錫瑋先生說，中國就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呀！你快點教訓他們吧。你日本今天你的靠山都已經快跑掉了，不給你靠了，你還在那邊玩什麼？最幼稚的政客是什麼？看不清楚自己的處境，看不清楚你自己的國家已經遭遇了什麼樣的大災難、大禍臨頭，你看不清楚。日本的高市早苗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客。那至於菲律賓，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小丑跳梁，根本不成熟的一個小孩子，沒有實力嘛。他只是要吵一吵，看看他自己在國際舞台上能不能有一點聲音，然後大家出來的幫助菲律賓來跟中國大陸做對抗嘛，對不對？日本也是一樣，希望拉着北約拉着美國來跟中國大陸做對抗啊。但你想想看，是不是一樣的沒有效，沒有用嘛？因為沒有人會理你日本跟菲律賓嘛。到台灣以北的宮古海峽，到台灣以南的巴士海峽，中國大陸全部都常態化的海警船的巡航，宣示主權，執行保衛國土的任務。那代表什麼意思？代表就是你民進黨完全投降了嘛？你民進黨完全向中國大陸投降了。第二個部分，你民進黨完全向日本跟菲律賓投降了。
為什麼投降呢？因為你想要靠日本啊，你抱着日本的大腿幫你台獨啊，你要抱着菲律賓啊，菲律賓可以幫你在口頭上可以支援你一下啊。你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嘛，沒有救的，沒有救的。日本跟菲律賓啊，現在是怎麼樣？兩個都很慘啊。第一個，菲律賓在南海的問題上面呢，被打得一塌糊塗。對，過去想用那種非法佔領的方式啊，被羞辱得一塌糊塗啊。你要靠美國，美國現在也不理你啊。你要靠 NATO 也不理你啊。靠澳洲也不理你啊。菲律賓你還在那搞什麼呢？搞到最後自己的經濟上受了這麼大的傷害。日本的經濟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啊？日本最好的盟友美國現在會跟日本談這個事情嗎？大家的想法就是說啊，日本背後是美國。我現在認為日本的背後不一定是美國。我也覺得。我覺得沒有我覺得那是日本的說法。還有一群人希望就是說日本後面有美國靠山，所以這些台獨人啊才會覺得有未來哈。我覺得這是蠢上加蠢。沒有啊。美國現在已經開始跟中國大陸做3件事。第一件事情，經濟貿易上要合作，因為美國的經濟現在一塌糊塗啊，美國的貿易也很慘。第二個，科技上面要合作，將來所有的制裁跟封鎖要慢慢取消。為什麼？美國的科技單獨的沒有辦法在全世界再做競爭了，它沒有辦法再有那樣的霸權了。第三個什麼？軍事，美國跟中國大陸軍事在全世界，甚至在亞太地區，將來都必須要合作，因為美國現在生產製造力不行，美國現在所有的武器也落後了。那中國大陸現在是最強的，而且後面生產製造能力最強。美國怎麼會跟中國大陸去開戰，或者美國跟中國大陸去起衝突呢？一點小的衝突，美國現在都不願意。所以為什麼美國現在跟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去談？第一個，軍事上一定要談；第二個，所謂的關稅制裁，一定要去取消。那日本現在在玩什麼？日本現在高市早苗一頭栽進去之後，台灣有事，日本的危急存亡，你還有辦法？你沒有辦法了嘛？那你再看在新加坡的那個香格里拉的會議，那個相會，那談的是什麼東西嘛？你出來你能講什麼？菲律賓的國防部長能講什麼？日本的那國防部長那更好笑，那就一副自己年輕不懂事，然後在那邊胡說八道，講的東西，成熟的人都認為說你在講笑話嘛？你不是在講笑話嗎？還有一個，我要跟各位提醒一下，日本人是具有狼子野心的。是，日本人對台灣從來沒有放棄啊。各位，你不要看啊，日本做的這些所有的動作，包括他靠近台灣的鄰近的島嶼上去布置飛彈跟導彈，加上跟菲律賓這樣的合作，中國大陸可以把它正式的解讀，正確的解讀是日本覬覦台灣，所以中國大陸要保護台灣，保護台灣的中國人，保護台灣人，所以中國大陸不但可以常態化的巡邏之外，它可以在海上執法。日本跟菲律賓犯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愚蠢的認為這樣可以牽制到中國大陸，但他錯了，他這樣反而給中國大陸一個最好法理上的基礎。第一個基礎就是一個中國，台灣跟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領土上的確定。第二個部分是什麼？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執行保衛它的領土，在執法上有正確的民意，是合法的。所以各位，這樣上來對日本跟菲律賓來講，真是慘上加慘。你做錯了，是，所以我在講，笨蛋在做傻事。是，好，剛才這個縣長特別點到了，他就是提出個質疑，他說這個日本背後不見得站的是美國啊，我說我同意，為什麼呢？來看到這件事情呢，這是中美軍方在5月28號到29號舉行了，在夏威夷舉行了雙方的這種海上軍事安全的這種磋商機制工作小組會議，密談2天之後，雙方已經達成共識，才對外來宣布這件事情。好，那雙方當然認為說一致對這個中美兩軍進行有效溝通交流，有助於一線部隊更加專業執行任務，增進相互了解，避免誤判等等，達成共識才對外來公布啊！你有發現嗎？有日本的角色嗎？沒有，日本根本不知道
高市早苗更不用說了，完全没有掌握哦。所以網絡上評論就說高市早苗哭暈了，哭暈在廁所裡頭，因为這裡頭完全没有日本說話的份。高市早苗看起來被美國拋棄哦，哭暈在廁所裡哦。我們持續請教縣長，縣長怎麼看這件事情呢？雙方談好了才對外來公布，完全沒有日本的這個角色在裡頭。高市早苗本來就一廂情願嘛，一廂情願，本来就認為說抱着美國的大腿，然後跟美國的總統那麼親密的話，他就可以讓日本獲得美國的支持，做2件事。第一件事，恢復日本的軍國主義；第二個，恢復日本完整國家的這個所有的法律跟憲法上可以做的事情。他以為當美國的打手，然後去攻擊中國大陸，或者牽制中國大陸，就會得到美國的肯定，他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就獲得鞏固。但是这個完全是錯的，因為美國是最實際的、最務實的哈。美國最務實的就是體認到中國大陸才是今天他世界上可以去合作的唯一的強國。這是美國到今天的完整清楚的認知。也不要說今天是 Trump 政府有這樣的認知，美國從上到下現在都已經有了這樣的認知。而且在方方面面都打不過中國大陸，贏不過中國大陸，也制裁不了中國大陸。美國現在怎麼辦？美國現在需要中國大陸。所以高市早苗他當初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還有一個我要提醒一下，政治人物不要用譁眾取寵的方式，甚至不要用討好塞奶去巧言令色的方式，想要得到別人對你的垂憐，這是最錯誤的。尤其像歐美這樣的大國，他只看得起強國，他看不起那種搖尾乞憐的國家。尤其政治領袖，高市早苗犯了最大的錯誤。日本和菲律賓這種賤貨，他們唯一能夠聽得懂的語言，就是那個響亮的耳光響起在他們臉上的聲音。所以中國呀，不能夠老是忍下去了，你不亮出你的爪牙，人人都把你當病貓啊！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